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打到了巴黎，马克龙正在失控，美国恐怕是要来硬的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通 Talk。近段时间以来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大力宣传战略自主的观点以来，美欧之间的关系变得是非常微妙了。即便美国媒体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放出威胁，也依旧没能阻止马克龙的环欧演讲。如今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打到了巴黎，拜登和马克龙本月的第二次通话，美国恐怕是要来真的了。来自路透社的消息显示马克龙目前与拜登通完话之后双方的声明出现了极大的差异，这已经充分表现出了目前美法两国在国际战略上出现的矛盾和分歧。综合来看，白宫的对外声明中提到了这次通话重申了境外势力插手台海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法国爱丽舍宫的对外声明中却没有提到任何涉台的内容。另外，关于俄乌冲突的话题也是这样的情况。法国的对外声明里法国突出了中国方案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重要性，而白宫的声明里却隐去了中国，只提了双方谈了俄乌冲突问题。坦率地说如今美法之间的矛盾是拜登一手导致的。马克龙自上台以来就开始提战略自主，甚至还批评北约是脑死亡，试图重新走戴高乐主义。但是美国呢，借由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国内问题几次对法国敲打之后马克龙就此偃旗息鼓了。本质上说是美国用强制手段压制了马克龙的野心。但是在马克龙访华之后他突然又变脸了，开始大搞戴高乐主义。这种变化肯定是和我们中国直接有关系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法联合声明50多条直观的说就是中国给了法国一些承诺和不便明说的一些必要的支持，所以这又重新点燃了马克龙的所谓野心。从这次通话和美法双边发表的截然不同的声明里我们可以看到拜登到现在还是没能拿出更好的方案，或者说他拿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承诺拿下马克龙。当然也不能否认，美国长期在欧洲的渗透已经在欧盟里制造出了两个欧洲，一个是以东欧多国为代表的新欧洲，一个呢是以西欧老牌强国为代表的老欧洲。新欧洲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度亲美，因此即便美国失去对法国的控制，能够影响到的也只是老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新欧洲还是不会动摇的。美国短期内的损失也是有限的，但是从整体上看，因为伴随着中国谋求建立全球新秩序，那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开始产生动摇了。南美、东欧、法国、中东等地区的相继加入势必形成一种潮流和趋势。马克龙的失控美国失去的其实不光是法国，伴随着这种舆论扩散其实美国手里的基本盘只会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被动。通俗点说中国以点破它的面，制造了一种倾向叫大势所趋，这一点美国人他是挡不住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段时间里曾经有消息称说拜登给 CIA 下了一些命令，试图给马克龙来点惊喜，让马克龙听话。算算时间美国从4月初马克龙访华就开始给巴黎打电话，1个月内打了2通电话，这也反映出拜登的急迫美国的确是感受到了这种大势的压力。以美国人的习惯温和手段行不通，马克龙还是很不听话，那么大概率就该到 CIA 下场的阶段了。直白的说拜登和美国恐怕要真的来硬的了，马克龙得当心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